能让尊贵的卡尔塔王室继承人千里迢迢赶来山青见面，这得是何等荣幸啊！哦，既然叶先生觉得这是荣幸的话，为何还让你口中尊贵的客人自行前来，而不是连基本的接待礼仪都不予提供？这可是有违于你们华国这一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萨尔曼先生，我必须为此进行自我辩护。之所以不去机场接机，并非是我想违背华国礼仪之邦待客之道，完全只是出于不想让你失望而已。不想让我失望，这又是什么说法？昨晚10几辆来自于西亚王室成员的座驾高调亮相山青机场，难道不是萨尔曼先生想试探一下我叶松会是什么行为反应吗？所以我要是以加强安保的大阵仗方式去迎接萨尔曼先生，去为那10几辆超跑护航的话，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萨尔曼先生愿意看到的画面，不是吗？我敢确定这趟山青应该不会白来了，哈哈！能让哈利万般推崇的人，果然是不一般啊！如果换作是其他人，无论是你们华国的商人，还是连同欧美在内的全球顶级资本，我相信面对这种情况时，他们都会动用规格极为之高的安保方式，甚至是亲自来护航的。难道不正是因为这种与众不同，所以才彰显出萨尔曼先生你这趟山青之行的意义所在吗？看来叶先生不是一般的自信啊！若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话，那岂不是得让萨尔曼先生失望了吗？随着记忆深处关于萨尔曼的熟悉感愈发变得强烈，叶松记忆深处那些有关于萨尔曼这个名字以及萨尔曼这尊面容的碎片突然一下子被拼凑起来。然而，恰是前世记忆的乍然呈现，却是让叶松瞬间急促起了呼吸来，以至于都不受控地咽了咽喉咙。因为眼前那位在卡尔塔王室中扮猪吃老虎的第5顺位继承人放在前世，这会儿已是时日无多了。那年他才30岁而已，如果不是那场人为制造出来的意外，卡尔塔的新王储十有八九会是萨尔曼。如果继承王位的是萨尔曼，或者卡尔塔王室不至于会走那几10年的企图，更不会跟华国的关系逐步走向恶化。叶先生，叶哥，察觉到叶松的神色有些反常的萨尔曼跟哈利凯恩同时出声，但不同于萨尔曼，哈利凯恩心头猛一咯噔，没来由的，他想到了叶松的神通。难不成说叶松从萨尔曼的脸上看到了厄运跟灾劫？叶松回过神来，晃晃脑袋，一切恢复如常。叶哥，能不能借一步说话？神叨叨的，说吧。叶哥，你是不是从萨尔曼的面相上看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来？你跟他的关系到了哪种程度？他跟我的交情从初中到现在，甚至是我的人脉圈之所以扩充到西亚的王室圈，也是得益于他。他今年多大了？29，跟我同龄。29吗？活头可能不多了。哈利凯恩猛然惊喊：“叶哥，你说什么？”下一秒，连声腔都随之抖颤起来。还有机会吗？你跟他说过我的事吗？玄学这方面说过，甚至是他这次来山青，就抱着想试试看，你是不是真有那么神通广大的心理。哈利凯恩连忙应道。叶松沉默片刻，随后才轻轻嗯出一声。可这会儿，哈利凯恩的内心已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叶哥，还有救吗？或许我看走眼了也说不定。既然你这么重视在乎那个叫萨尔曼的，那回头我就跟他聊聊吧。叶哥，你刚才说的活头可能不多，这指的又是多久？半个甲子。啥？一个甲子为60年。一个甲子60年，半个甲子30年。对，30年。萨尔曼今年已经29了。换而言之，在未来的1年内他就会。当叶松跟哈利凯恩再次回到人群中时，众人的眼神都汇聚在了脸色并不怎么好看的哈利凯恩身上。哈利，你怎么了？没怎么。强子，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你就不懂吗？老爷子，您这是？西亚王室这次来山青，叶松是不是叫了叶成英还有海滨？看来在您老面前，我是无所遁形了啊！你爸一直都说你虎，都说你缺心眼，但是你是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我知道，你看似缺心眼的背后，更多是想将自己更好的融入到三教九流中，这显然是极其正路的，也是极其聪明的。老爷子，叶松的出现不但改写了张家的命运，还给了你跟你爸直奔社会金字塔的莫大机遇。用通俗点的话来说，那就是老张家祖坟冒青烟了。所以他对老张家的恩情，那是子子孙孙都还不完的。可能你不知道，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你，我担心你在飞黄腾达的路上一改以前的做派了。万幸的是你没有，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保持着性情中人的随性标签。正是因为你没变，所以我才没去点你。我说这么多，主要表达的就一点，千万别自作聪明，千万别去耍什么小心思。你要做的很简单，叶松给你的你收着，叶松不给你的，你切记别去打主意，老老实实跟着他笑看风云就好，一定不要觉得羽翼丰满了就自成一脉。虽然你的城府跟聪明劲够用，可较之叶松，那叫不值一提。就好比你表面上的所谓缺心眼，你以为他会看不透吗？不，我并不认为你能瞒得过他。我从未去打听过海滨的家世背景，也从未去打听过叶哥的背后，就凭这一点，还不够老爷子您去放仙我吗？
我甚至想着最好是永远都不知道。可我知道那并不现实，迟早有一天我都得去直面那些的。所以我现在只想着尽快提升自己，让自己能够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去直面，可以让我不会因为内心的自卑而使得彼此产生无形隔阂，导致关系变味。相信我，基于叶松拿你当好哥们的前提下，你所担心的隔阂，他会在无形中慢慢帮你消除的。沉吟片刻，张强而后重重地点了点头，也明显的松了一口气，旋即脸上也焕发出了由衷笑容来。叶少，帮忙要一瓶矿泉水可以吗？没问题，老叶。叶哥，我出去打个电话。哈利，你跟叶先生之前的私下交流是与我有关？对，说说。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叶哥深谙华国玄学的奥秘一事吗？然后呢？不知萨尔曼先生对华国的玄学是持以什么态度？对华国的玄学持以什么态度？我想说的是存在即合理。虽然我对华国的研究没有哈利那么深，但是玄学在华国历史上传承了几千年，并且每一个朝代备受执政者的重视，这些我都还是有所了解的。那么不知萨尔曼信不信华国的玄学？听叶先生这意思，似乎从我这里看出了什么不好的情况来。但是叶先生，确定你们华国人的这一套用上西方人身上合适吗？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合不合适，算后再说。毕竟我也没跟萨尔曼先生进行任何保证，不是吗？拿我听听叶先生是怎么说。我们现在开始，不知萨尔曼先生认为自己有继承卡尔塔王室王位的机会吗？叶先生，虽然我是卡尔塔王室中的第5顺位继承人，但是第5顺位说白了就是挂个名罢了。叶先生不至于连这些都不懂吧？可我似乎从萨尔曼先生的命格中看出萨尔曼先生带有王格。叶哥，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这里只有你我跟萨尔曼先生3人，我相信是可以百无禁忌、畅所欲言的，对吗，萨尔曼先生？百无禁忌归百无禁忌，畅所欲言归畅所欲言。但叶先生，你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来，就不怕影响我对你的看法？我说了，玄学这种事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我也再三强调了，我并不保证我的断言是一定正确的。叶先生，恐怕你这次是失算了。我萨尔曼一向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斤两，王位那不是我能垂涎的。我更是一直以来都不曾有过任何染指的想法。是吗？那就是我的道行不济，看错也算错了。不知叶先生还算出了什么？在华国的易学之术中，从萨尔曼先生的整体来看，萨尔曼先生这种命格是怀有鸿鹄之志的。鸿鹄之志能理解吗？说通俗点，就是有着非比寻常的追求抱负与野心，绝不会甘于现状知足常乐的。而萨尔曼先生命格中带着的那点王格，无疑是对应上的。但是什么？但是命格中带着的那点王格太过于暗淡，非但无法让萨尔曼先生能够成功加冕，反倒还会为萨尔曼先生带来杀身之祸。杀身之祸。